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手肘。有人说之前已经拍过外侧痛的网球肘、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了，那手肘还有什么好讲的吗？在实务经验上很多网球肘和高尔夫球肘的患者康复之后还是感觉手肘卡卡的，担心没有痊愈，症状随时又可能再复发。那我这部影片要完整的告诉你要怎么样保养手肘，让它动起来不再卡卡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四足行走，手肘的位置是不是就正好在上半身的膝盖啦？没错，手肘的结构和膝盖非常像，都是由一根大骨头和两根小骨头组成的。这种结构很擅长承重，但当我们变成直立行走后，手肘就从沉重的关节变成连接肩膀还有手指动作的附带关节了。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虽然手肘不容易受伤，但如果真受伤了，恢复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很多人会直觉的一直按手肘，想从痛的地方找问题，但要根治手肘的问题，往往要从它上游的肩关节以及下游的腕关节来处理。完整的手肘结构由上臂的肱骨、还有前臂的尺骨、还有桡骨组成。你可以摸摸看你手肘最凸的这个地方，这边就是尺骨还有肱骨连接的地方。尺骨就像钩子一样勾在肱骨上，解剖图看起来长得很像鸟的嘴巴，所以又叫鹰嘴突。这个地方负责的是手肘弯曲还有伸直的动作。如果有摔倒、手肘撞到地板的经验，让鹰嘴突受伤了，手肘就会动不了，或者是动起来卡卡的了。但如果没有撞到，骨头没有受伤，动起来还是感觉卡卡的，排除骨头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往鹰嘴突周围的肌腱、韧带或是神经这些软组织找问题了。软组织的问题大多与过度使用有关。那过度使用呢，可以分成3种情况：一个呢是真的动太多了；2是维持同样一个姿势太久；3呢就是代偿。手呢是我们每天都一定会大量使用的，所以在手肘上，这3种情况往往都会同时发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用太多的情况。生活中几乎所有动作都会用到手指还有手腕，而手腕与手指的肌肉大多连接在肱骨的最下端。你可以看到这些肌肉都跨过肘关节，所以当手指天天都在用，这些肌肉却没有给它放松的话，手肘周围的肌肉就会变紧，让上臂还有前臂的关节被拉歪，或者是缝隙减少。通常关节不对位或者是缝隙减少时，手肘深处就会开始有紧绷感了。刚刚那是前臂的肌肉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臂。上臂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一条肌肉叫做肱二头肌，它负责的动作是弯曲手肘还有抬起肩膀。那打电脑、看书、写字的动作都会用到，所以每个人的肱二头肌几乎都是很紧绷的。而肱二头肌一端连接到肩胛骨，另一端连接到前臂的桡骨。你看它是不是也跨过了肘关节？所以当肱二头肌太紧，它会把前臂拉紧，那肘关节的缝隙又再度减少了。上臂一直靠近前臂，也会带出肘关节的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肘弯曲。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手肘关节是同时要承受上面和下面肌肉群的压力？随手使用过度，让手肘上下两边的肌肉太紧，手肘关节缝隙就会被压缩成屈曲的状态。然后是第2种，长时间维持同样一个姿势的问题。维持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肌肉都在等长收缩。那有时候电话讲太久，手会伸不直，就是肱二头肌等长收缩太久造成的僵硬。这种僵硬除了会让手伸不直之外，手肘弯曲的动作还会让尺神经的通道变小，压迫到尺神经。不知道你有没有手肘弹响的经验？这种弹响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手肘快要有问题了。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躺在床上看手机，手肘固定弯曲的时间越来越多，万一压迫到尺神经的话，会从小指头开始感觉麻麻的。如果压迫严重，还可能影响到手的力量，甚至造成肌肉萎缩。那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过度使用的第3个原因——代偿。如果把我们的躯干当作地面，肩胛骨是挖土机的机身，那手呢就是挖土的那个勺子。如果地板不平，或者是挖土机的机身不稳，最末端的勺子就会不稳。挖土机没有肌肉可以代偿，可是我们的手有。如果肩胛骨不稳定，手臂上的肌肉就会出来帮忙稳定。那上臂和前臂的肌肉群就要同时稳定，又要活动，那就很容易过度使用了。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比较少人会注意到的是，就是肱骨过度内旋的问题。手往前的这个动作往往会带出肱骨内旋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不会特别反向去做外旋的动作，外旋肌群又比内旋肌群小很多，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容易出现驼背圆肩的不良体态，所以肱骨过度内旋已经几乎变成每个人的标配了。那肱骨过度内旋会怎么样呢？
一旦肱骨内旋，前臂也会跟着内旋，让前臂的这条旋前缘肌变紧，让前臂长期处于内旋的状态。这个状态非常容易产生高尔夫球肘或者是正中神经压迫等等的问题。肱骨过度内旋也跟肘弹响有不小的关系哦。肘弹响会怎么样呢？展开来说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了。你只要记住，维持肱骨外旋的能力，对手肘的健康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些手肘的保养运动。这些运动注重的是提升关节整体的健康度，定期做这些运动可以有效的帮你减少手肘受伤的风险。首先，我们要先来放松手肘周围特别容易紧绷的肌肉，分别为肱二头肌、腕伸肌、腕屈肌以及旋前缘肌。一开始将滚筒放在椅子上，伸直手臂，大拇指指向地面，将二头肌放在滚筒上，找到肌痛点后伸压。你可以左右移动手臂，或者是让身体前后摆动。从肩膀到手肘的每一个点都要滚动12次，每天做3组。接着我们来找手腕伸肌还有屈肌。手肘伸直，手掌向下平放，靠近天花板的是手腕伸肌，而靠近地板的则是手腕屈肌。我们先来放松手腕伸肌，将按摩球放在墙壁上，用身体的重量施加压力，但记得不要太大力哦。保持5到6分的力道，感到酸痛时左右滚动12次，每天做3组。接着把按摩球放在椅子上，我们来按压手腕屈肌，因为手腕屈肌的位置和尺神经非常接近。按这些肌肉时，如果感到小指侧有刺麻感，要马上调整位置，避免继续伸压哦。找到点后，左右移动12下，每天做3组。这个动作你也可以按压旋前缘肌，旋前缘肌的位置在手肘内侧下方2到3指幅的这个位置会最紧，这边也可以多多按压，保持5到6分的力道，感到酸痛时左右滚动12下，每天做3组。上臂前臂筋膜伸展，这个动作我们要伸展手臂的肌肉以及筋膜。伸直手肘后，把手指指向自己，掌根往地板的方向固定，屁股往脚跟移动到手臂紧紧的。这个动作可以伸展上臂的屈腕肌群，用另外一只手帮忙，在手臂的地方转动筋膜。方向最好把手臂往外旋转。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用电脑滑鼠居多的人，因为前臂常常处于旋前，手肘内侧的压力会比较大，容易有手肘内侧痛的问题。手臂伸展完，可以一路伸展到上臂。筋膜转动3次之后，移动一小段，换下一个点，一天做3组。接着我们来伸展伸腕肌群，掌背朝地板，手指指向自己。觉得手臂背侧紧紧的，用另外一只手转动筋膜。这个地方紧绷会造成手肘外侧压力大，而容易有网球肘的问题。建议你如果有手肘的疼痛，不管是内侧或者是外侧，都要经常伸展哦。手关节松动术，这个动作是要把手肘关节轻微拉开，并透过一边拉开一边做动作，让关节周围异常的肌肉张力慢慢释放，齿状面松动。准备一条弹力带，躺着，将弹力带一端踩在脚上，一端绑在前臂的近端，用另外一只手将前臂被动弯曲，伸直，弯曲到底时停3秒。被动做10下之后，变成你自己出力弯曲手肘，弯到底时停3秒，让弹力带将你的前臂往下拉开。这动作可以让手肘关节的鹰嘴突稍微远离肱骨。这个动作对手肘有受伤或者是开刀后手肘关节紧绷、活动度受限的人特别重要。要注意的是，弹力带阻力小小的就好，千万不要太大力哦。冠状面松动，首先准备一条从手肘外侧固定好的弹力带，将弹力带绕在前臂接近肘关节的地方，手掌朝下。一开始用力对抗弹力带，将整只手往内拉，感觉到手肘有侧向的阻力时，手腕翘起再放下。过程中都要保持弹力带的拉力。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做出齿弓关节的松动，用来放松肘关节周边的组织和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对手肘痛的人很有帮助哦。
重复这个动作10次。如果你在办公室坐着，也可以将手臂放在扶手上，然后做相同的动作，弹力带绑在接近手肘的地方，施加侧向的压力。首先，我们先来训练身腕肌群的离心收缩。拿一个哑铃，如果没有哑铃，可以用装满水的保特瓶或者是弹力带做替代。将上臂放在桌上，让手腕垂在桌子边边。你也可以把上臂放在大腿上，用手腕的力量举起哑铃。将哑铃举起时，上臂都不能脱离桌面或者是自己的大腿哦。保持3秒钟，缓慢放下。当哑铃降到最低时，用手指继续往下伸展，直到指尖勾住哑铃，再停留3秒。上下算1次，重复10次，每天做3组。放下哑铃时，动作要特别慢，这样才可以训练身腕肌群离心收缩的控制能力。再来是屈腕肌群的离心收缩，握住哑铃，将手掌朝天花板，保持上臂固定桌上或者是腿上，将哑铃往天花板移动。这时你会感到手腕正面紧紧酸酸的，是正常的。屈腕到最大范围时，保持3秒钟，然后慢慢的将哑铃往地板移动，移动速度要慢，这样可以训练到屈腕肌群的离心控制能力。当哑铃降到最低时，把手指继续往下伸展，直到指尖勾住哑铃，再停留3秒，回到起始的位置。上下算1次，重复10次，每天做3组。常常做这些练习，不仅可以加强手腕的稳定性，还能增加肌肉弹性，改善手腕活动度还有力量哦。肱骨外旋对位训练，对于肩胛、手肘与手腕的稳定，用支撑类型的运动来训练，能够对肩胛骨以及手肘最有帮助。一开始4组跪姿，将肱骨外侧的这颗骨头，也就是肱骨内上髁朝向前方，第2指掌骨、第5指掌骨还有掌根压紧地板，接着再让肱骨做外旋来固定。这样的旋转位可以让手肘放在中立位。接着手肘不动，手臂出力往地板推，将身体推往天花板，但是要避免背部拱起哦。这动作可以让前锯肌服贴肋骨，训练肩胛骨的稳定。重复10次，一天做3组。接着做出掌根往下拉的动作，边拉身体边往下移动。再来，边拉身体边往上移动。这动作可以诱发前锯肌的向心收缩，还有离心收缩，是一个稳定肩胛骨很好的运动哦。这部影片让你知道，手肘最凸点的这个地方叫做鹰嘴凸。如果鹰嘴凸受伤，手肘伸直还有弯曲的动作就会出问题。如果骨头没有受伤，但手肘还是感觉卡卡的，就极有可能是软组织的问题。要经常的伸展、放松，还有定期训练来保养，尤其要特别加强肱骨外旋的动作。一直到现在，我经常都还是会听到有人说，以前都没有这么多的问题，还不是好好的活到现在？为什么现在身体的问题感觉比以前多这么多啊？其实以前也没这么多研究，平均寿命也没有这么长。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史无前例的超高龄社会结构，所以很多以前的经验真的不太适合拿来当现在的生活指导了。随着越来越多跟健康还有长寿相关的研究发展，我们有幸能享受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长的健康时光。最后，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思考，我们该怎么样为这个必然到来的超高龄社会做准备呢？那以上就是今天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对你有帮助，请帮我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